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黑山夜半覓仙蹤，蒲燈一盞照寒松。姊妹無家頭顯露，風吹枯木墜深淵。這事兒得往前倒，豆婉進和婉如還沒成仙那會兒，那時候他倆不是啥大仙，也沒人給他倆燒香，更沒有什麼宗門神位、金身牌位那些東西。說白了，就是兩個逃命的小姑娘。沒家了，沒親人能靠了，後頭是死路，前頭也不一定是活路。可人逼到那份上，你說咋辦？不走，等死。走也可能死，但走起碼還有一口氣在。那天晚上，俩人就進山了。不是白天，也不是黄昏，是後半夜。黑得嚇人，你別說什麼月亮、星星，啥都沒有。天上烏漆嘛黑一片，山裡也靜得不對勁。平常山裡再荒，總得有點蟲叫吧，總得有點鳥動靜吧，哪怕風刮樹葉也得有點響吧。可那地方邪門，除了偶爾幾聲烏鴉從頭頂滑過去，啥活物聲都聽不見。那烏鴉叫的也難聽，不是平常那種嘎嘎叫，是一下子從黑裡鑽出來，叫完又沒了。黑心裡就一沉，就好像這山在告訴你，別進來，進來就回不去了。婉進走在前頭，手裡提着一盞小油燈，那燈也不爭氣，風一吹，火苗歪一下，再吹又歪一下，看着隨時都能滅。可他就那麼舉着燈，一步一步往前探，腳底下全是碎石頭，踩一下咔一聲，再踩一下又咔一声。這聲音在黑山裡頭特別清楚，越清楚越嚇人。婉進臉色也白，但他不說怕，他這人從小就這樣，有事兒先往前頂，怕也頂着，冷也頂着。哪怕心裡已經打鼓了，嘴上也不能軟，因為他後頭還跟着一個婉如。婉如可就不一樣了，他一路都在回頭，左瞅瞅，右看看，衣裳濕了貼在身上，他就把领口往裡攏一攏。你看他那樣，就知道他心裡沒底。他不是膽小，他是太清楚了。這一路上，他們姐妹倆碰見過啥，他自己心裡有數。人贩子、山匪、亂兵，路上那種笑眯眯說要幫你的，轉臉就能把你賣了。所以他現在看啥都像要害他。走了半宿，他終於忍不住了。姐，咱們是不是走錯了？這山都進來半宿了，道觀沒有，隱士也沒有，連個住人的影兒都沒看見。婉進沒停，他舉着燈，眼睛盯着前面那點路。不會錯，密卷上寫的明白，入山尋道得趕在月黑風高的時候，時辰不到，
看不見人也正常。這話說得挺硬，可你要問他心裡真有底嗎？沒有，他也覺得這山不對勁兒。剛進山的時候還有點蟲叫，走着走着沒了。不是少了，是一下子沒了，就好像有人拿塊黑布把整座山都給捂住了。宛如又往後看了一眼，聲音壓得更低。姐，刚進山還有蟲叫，現在咋一點動靜都沒了？這地方是不是不太對呀？不對，也得走。非得今晚嗎？非得今晚。你听這幾句話其實就能聽出來，婉靜不是不知道危險，她是沒得選。她們姐妹倆原先出身不差，她們那個族群是母系部落，家裡的大事兒阿媽說了算。姥姥們說話也有分量。婉靜和婉如呢，是同母異父的親姐妹，但她倆從小感情就不一樣，不只是姐妹那種親，還帶着點說不清壓不住，誰看了都得皺眉的東西。在那個部族裡，這事兒不被允許。可說到底，他倆那時候還小，懂啥呀？他們只知道彼此就是這世上最親的人。後來出事兒了，大巫師站出來說北邊那個父系部族要打過來，不是小打小鬧，是吞併，取人家人多勢大，已經滅過好幾個部族了。真打進來，女人會是啥下場？不用細說，你也知道好不了。阿媽和姥姥們心裡明白，這倆孩子留下來活不了好，就連夜把他们趕走。說是趕，其實是就塞給他們乾糧，塞給他們蜜絹，讓他們往南走，別回頭，別報仇，能活就活。你想想，那是啥滋味？前一天你還有家，第二天你就成了沒根的人。再後來部族沒了，火燒了幾天，人也散了，名字也沒人敢提了。姐妹倆從那時候開始就在外頭漂了幾年，人情冷暖他倆見得太多了，好話也聽過，壞手也躲過。有時候一碗熱湯能救命，有時候一句我幫你就能把人推進火坑。所以到最後他們不信人了，他們只信那卷密卷。密卷上說深山有仙緣，能求道，能改命，能把人從這世上的爛泥坑裡拽出去。你說這話靠譜嗎？個旁人聽八成覺得扯淡，可對他倆來說，這是最後一根繩子，哪怕那繩子上全是刺也得抓，因為不抓就沉底了。越往裡走風越冷，那風不是普通冷，不是吹臉上冷，是從袖口、領口、骨頭縫裡往裡鑽。婉靜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，她一停，婉如也立馬停住。兩個人誰都沒說話，前頭黑，後頭也黑，然後他們聽見了點聲音，很輕，沙沙的，碎碎的，像有人在石頭後頭踩着枯葉走，又像有人貼着你耳邊小聲嘀咕。你仔細聽，他沒了。你剛鬆一口氣，他又來了。宛如當時就把婉靜袖子攥住了。姐，是不是有人跟着咱們？婉靜慢慢轉頭往黑裡掃了一眼，油燈那點光照不了多遠，再往外
全是黑。他看了一會兒，搖了搖頭，不像人。這3個字一出來，宛如臉都白了。他寧可後頭跟着的是人，人再壞，總還有個身子，能看見，能躲，能拼命。可不像人，那就麻煩了。那是啥？要麼是邪祟，要麼是靈物。姐，你別說的這麼平靜行不行？不平靜也沒用，真要修仙，這就是第一道關，過不去，後頭也不用想了。你看婉進這時候已經有點那股勁兒了，不是後來當神仙那種冷，但苗頭已經在。他開始把危險看成關口，把活命看成考驗，把末路走看成命裡該闖。這東西說好聽點叫心硬，說難聽點就是人已經被逼得沒法像普通人那樣怕了。宛如咬了咬牙，他怕，但他也知道不能退。他和婉进不一樣，婉进是往前頂的人，宛如是跟着他走的人。只要婉进還在前頭，宛如就能撐住。2個人接着走，山路越來越窄，两邊石頭立得高，樹也怪，不是那種枝繁葉茂的树，全是枯的，黑的，彎的，風一吹，枝子互相刮，咯吱咯吱響。天上雲壓得特別低，像一大團濕棉絮堵在頭頂。忽然一道閃電劃過去，唰一下，山石白了，枯樹白了，宛如那張臉也白了，可也就一眨眼，閃電沒了，四周又黑回去了。這種亮一下黑一下最折磨人，因為亮的時候你好像看見了點什麼，黑下去以後你又不敢確定，宛如幾次想說話又咽回去了。他怕自己一開口嗓子抖得太厲害。終於姐妹倆走到山道盡頭了，前面沒路了。愈準確地說，不是完全沒路，是路變成了一棵樹，一棵枯樹，橫在崖口。那樹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年，孤零零搭在那裡，一頭卡在這邊石縫裡，一頭斜着伸向對面。下面呢，黑，深不見底的黑，油燈往下一照，啥也照不出來，你就感覺底下像一口大黑鍋，專等人掉進去。宛如站在崖邊，腳都不敢往前挪。姐，這也算路啊？這能過人嗎？婉进妹馬上回答。她先蹲下，伸手摸了摸那枯樹，樹皮一碰就掉渣，風一吹，細灰往下飄。她又踩了一下，咔！那聲一出來，宛如肩膀都縮了一下。姐，這不行吧？這樹都酥了。後頭沒路，前頭也只有這一條，不過也得過。要是斷了呢？那就是命。我不信這個命。那就別讓它斷。婉進這話說完，把油燈往懷裡護了護。他先邁上去了，第一腳樹幹晃了一下，第二腳又是一聲脆響。噓，風從崖下往上衝，吹得他衣角亂甩，宛如在後頭看着，手心全是汗。他想喊婉進回來，可他又知道喊了也沒用，婉進不會回。嘿，這姐倆就是這樣，一個敢往死路上踩，一個明知道是死路也得跟上去。婉進走到半截，回頭看了宛如一眼，
別看下面，看我，慢慢過來。姐，我腿軟。腿軟也過來，別停在那兒，風越來越大了。宛如吸了一口氣，他把衣擺往腰裡一束，也踩上了那棵枯樹。這一下枯樹又響了，咔，不是很大聲，但在那會兒聽着跟打雷差不多。宛如眼圈都紅了，可他沒哭，他就死死盯着婉靜的背，一步一步再一步。這時候山風忽然變了，剛才是橫着刮，現在像從崖底捲上來一樣，油燈火苗猛地一歪，差點滅了。婉靜下意識護燈，腳底就偏了一下，就是這麼一下。枯樹底下忽然傳來一聲特別尖的裂響，咔嚓，不是小枝段，是整根樹在裂。宛如一下喊出來：姐！婉靜也知道壞了，她想往前撲，可那樹比她快，又是一聲咔嚓，枯樹從中間塌了。婉靜整個人一下往下墜，油燈脫手，火光在空中打了個轉，直接被風吞了。宛如想都沒想，伸手去拉他，一下是本能，他根本沒琢磨自己能不能拉住，也沒琢磨自己會不會跟着掉下去。他就知道一件事，朽了，姐姐掉了，或崖口的石頭全是濕的，他腳下一滑，人也跟着翻了下去。姐！這一聲直接被風扯碎了，两個人一起往下掉，那滋味可不是你坐車下坡那種，是整個人空了，手抓不到東西，腳踩不到東西，耳邊全是風，你想喊氣都頂不上來，宛如在黑裡亂抓。婉靜也伸手去夠他，可倆人中間隔着風，隔着黑，隔着一整座山的命，下面啥也看不見，只有冷。冷風像一把一把小刀刮在臉上、手上、脖子上，宛如腦子裡當時可能就一個念頭：完了，這回真完了。他們逃了那麼多年，躲過了部族大火，躲過了亂兵，躲過了人販子，躲過了山匪，結果沒想到最後死在一棵爛樹上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可命這東西有時候就這麼不講理。就在他倆都以為必死的時候，婉靜忽然聽見下面有動靜，不是石頭，不是樹枝，是水，嘩的一下，又嘩的一下，像底下有個潭。婉靜拼着最後一口氣喊：宛如下面有水，憋氣。宛如也不知道聽沒聽全，反正下一瞬間，撲通，又一聲，撲通，兩個人一前一後砸進了水裡。那水冷得要命，不是涼，是刺，整個人一進去像被無數根冰針扎了一下，耳朵裡嗡的一聲，鼻子嘴全灌了水。上頭那點風聲一下沒了，世界一下變成悶的、黑的、冷的。婉靜往下沉，宛如也往下沉。那潭水深得不像話，你說這是不是仙緣？不好說，至少現在看不像仙緣，倒像這座山先給他倆遞了一張請帖，上頭沒寫成仙，寫的是想活，先從水底爬出來再說。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